各位朋友，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一条不断退让的红线都会变成欢迎敌人来羞辱自己的红地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现在绝不能一味的退让、克制、善意和久拖了，丢掉幻想吧，赶快统一台湾吧。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都已经进驻台湾了，这个动向很危险根据台媒的报道，美军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成员已经进驻了台湾陆军的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的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的观察台军的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美台互相勾结，释放这样的信号，无非也就是在进一步在试探大陆的底线。前两天中国的国防部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台军只有这个台独的叛乱组织。这句话说的倒是挺硬，但是你要动手现在呢，对台海局势你们会发现你越复盘就越困惑。台海困局之所以越拖越复杂，绝不只是外部势力插手搅局所致，更关键、更值得反思的是，过去多年大陆秉承着极大的善意，长期的包容克制，习惯性的观望等待，一次次的忍让，一次次的留有余地，反而被台独分裂势力拿捏，白白错失多个主动破局、加速统一的关键的窗口期。善意换不来敬畏，退让换不来和平，过度的克制和久拖只会换来岛内分裂势力的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其实呢，善意的这种让利每年上千亿美元的这种贸易上呢，可以说是输送吧，只不过是喂大了岛内台独分子的分裂的野心，包容呢被当成大陆软弱可欺，不会对台湾动武。多年以来始终以最大的诚意呢对待台湾同胞，持续推出了惠台政策，开放经贸红利，放宽了交流门槛，坚持以融合促和平，以善意促认同中国中央政府觉得呢，相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以包容换温情，以让利换人心，终能拉近隔阂，消解对立。但是这份仁至义尽的善意换来的从来不是珍惜与感恩，而是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的谋独挑衅。尤其是2025年以来，台独势力利用大陆的和平善意，系统性的推进分裂的布局，手段更加的露骨，行径更加的恶劣。2025年3月，赖清德公然将大陆污蔑为境外敌对势力，抛出了所谓的17项对抗政策策略，全面升级两岸的对立的叙事，彻底撕掉伪装，走向了公然的谋独。2025年底，台湾当局强行修正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范围的收紧两岸人员的往来，对台湾的公务人员、基层从业者实施流刺网式的封锁管控，刻意阻断两岸的民间交流，蓄意割裂同胞的连接。2026年初，国台办点名惩戒刘世芳、郑英耀等顽固的台独分子，前者大肆打压两岸交流人士，迫害大陆的配偶，封堵往来的通道；后者编纂去中国化的教材，毒害青少年的认知，阻挠两岸的教育融合，从根儿上铲除民族认同。与此同时呢，民进党一边锁死两岸交流，一边疯狂的勾连外部势力，武装挑衅。2026年7月初，台军的第二批美制的 M1A2T 主战坦克营正式成军，持续的推进美式武装的换装，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野心彻底的摆上了台面。事实早已证明，无底线的包容只会纵容分裂，一味的让利退让只会喂大台独嚣张的气焰。
用来维护和平的善意被台独当成拖延统一、布局分裂的时间窗口。过度的等待和寻找时机，必会错失最佳的破局良机。回望历年台海的关键节点，中国无论是法理依据、军事实力、国际道义，早已经完全具备了主动出手、强力震慑、压缩台独空间的充足条件。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屡屡顾虑国际舆论，忌惮外部施压，担忧局势波动，始终坚持再看看、再等等的留余地。一次次的自我克制，一次次的柔性处置，一次次的口头警告，看似稳住了短期的平稳，实则消耗了主动权，透支了战略优势，纵容了对手的侥幸心理。最典型的就是近年的局势演变。此前大陆保持高度的克制，仅以常态化的巡航、喊话、警告应对挑衅。可是台独势力抓住中国不愿生乱、力求和平的心态，不断的试探红线，突破底线，升级挑衅。从渐进式的去中国化到公然定义两岸为两国对立，从零星的勾连外部势力到常态化的美台军售、军事部署落地，从民间的隐性割裂到官方系统性的对抗立法，拖延的结果就是外部干涉深度嵌入了台海格局，美台军事勾连常态化、制度化，岛内的台独民粹被持续养大，两岸统一的外部阻力、对抗成本、治理难度持续攀升，很多本可以降低成本的解决问题，因为久拖不决，最终演变成系统性的难题。解放台湾，领土主权寸土不让，国家统一刻不容缓。台海分割是中华民族百年的遗憾，是必须彻底终结的历史遗留的症结。莫犹豫，莫彷徨，唯有坚定的推进统一，捍卫河山完整，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正道、唯一出路。一切迟疑观望、消极拖延、侥幸妥协，都是辜负时代的使命，愧对先辈奋斗的失职之举。彻底击碎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必寄望外部调停让步，不必轻信他国所谓的善意说辞，更不能沉溺于被动等待的消极心态。数十年的现实历历在目，外部势力恶化阻华的企图从未停歇，借台海问题干扰中国发展的伎俩反复上演。他们不断的勾连岛内的分裂势力，炒作对立，拱火局势，挑衅底线，妄图阻滞民族复兴的进程，阻碍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豺狼当道，必须坚守底线，分裂作祟必须坚决肃清，隐忍换不来主权的安稳，退让守不住山河完整。任何对外部干涉的侥幸期待，对分裂行径的宽容纵容，都是对民族大义的漠视，更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不负责任。坚定的推进祖国统一，方能彻底的破除外部势力的搅局图谋，从根源上终结台海的对立局面。彻底丢掉幻想吧，和平须有诚意，主权绝无退让啊！中国必须反复厘清一个底线逻辑，追求和平统一是主动选择的最优方案，不是被动妥协的无奈之举。可以包容差异，但绝不包容分裂；可以耐心的等待时机，但绝不无期限的纵容挑衅；可以保持最大的善意，但绝不做无底线、无原则的退让。当下的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朗了，口头警告的震慑效力早已经是边际递减，柔性管控的缓冲空间基本上耗尽了。2026年的上半年，日非擅自勾结推进台东海域的划界，台独当局公然乐观其成，默许外部势力侵占中国的海域权益。与此同时，解放军超110艘舰艇、海警船密集的部署第一岛链，形成史上最强的海上封锁之态，正是大陆战略思路的重大的转变，从忍让维稳转向主动控局，强力反制，全域压制。如今法理在手，实力在手，大势在手，拖延只会让域外势力更深的介入台海，让台独的布局更加的固化，让未来统一的代价持续放大。新时代的对台策略必须彻底摒弃旧有的幻想，
和平大门始终敞开，但分裂红线寸步不让，善意始终保留，但惩戒的手段必须得果断落地呀，对吧？该法理制裁绝不要手软，该海域管控绝不松懈，该军事震慑绝不留白，该精准打压顽固的台独绝不姑息，彻底的扭转被动应对、被动救火的旧模式，转变为主动设局、主动控局、主动破局啊！统一大势绝不能被挑衅势力牵着鼻子走，领土主权问题没有折中选项，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更没有无限忍让的道理。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大事，法理必然，民心所向啊！中国可以选择温和方式，但不能一直被动等待呀。可以保持民族的包容，但绝不能纵容势力越界作乱。多年的忍让实践已经给出了实践，退让换不来和平，克制换不来良知，善意挡不住野心。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当彻底丢掉幻想，终结无限的包容。台海的大局必须由中国主导节奏，掌握进程，定义规则，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的干涉团伙继续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了。点个订阅，下期再聊。